叶棠，你去相亲没有？这次的对象是大学教授，条件很好，你千万不要错过。女友送男友来相亲，人类已经颠成这样了吗？是经过你的森林，我得到气息，慢慢累积丧失的自己，是走进你的生命，熟悉这种力，慢慢练习站立到飞行，天空之下谎言只大现，延续加开遍天涯，摘过一朵。宗澈，你竟然还记得我？好歹同学1年半，而且你还是我们组的小组长。你来这里是？相亲，家里催得紧。我也是，这个月第5个了。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我那相亲对象和女友在吻别，我怕我会忍不住上去泼他一脸咖啡。好，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我记得那会儿班会课，老师问我们想做什么，你说你想当警察。不是警察，但也是相关职业。那是什么？法医。哇，我看到活的法医了。活的？主要是平时接触的少嘛，就觉得这个职业好酷。酷就不知道了，但有很多人忌讳这个职业。你这个职业为死者还原真相，让他们不枉死，值得被尊重。那是你没有相到法医朋友。这不是正香着吗？对了，我要不要介绍一下我的条件？你不嫌弃我的职业就可以。那结婚？这样说是不是太唐突了？我这嘴就是比脑子快。今天可以。1万颗流星是循着银河的轨迹坠入你眼睛。1万颗雨滴就像是宇宙的回音，降落我心底。我居然和宗澈闪婚了，做梦一样。结婚证是真的。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拜访一下你的家人。我行，你地址发我，我现在过去。有案子，我得去现场。那你快去吧。我们还没有加联系方式。啊，对，我扫你。通过了。那
再联系。好，再见。再见。你也太刺激了吧！上午出了趟律所，就和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领了证。哎，你了解清楚没有啊？他工作怎么样？家庭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会不会是骗子啊？这看起来工作体面，家庭美满，身体倍儿棒，不可能是骗子。颜狗，他是法医，看着挺健康的，能当法医，政审肯定没问题。原来是通过国家审核的男人。不过法医好瘆人啊，你不再考虑考虑啊？婚都结了，还考虑什么呀？而且，姑姑和姑父只想赶紧把我嫁出去。你爸妈当年车祸的赔偿款他们都拿了，咋的？还想要你彩礼钱啊？抱歉，今天肯定要加班，忙完找你。姑姑，你怎么没去相亲？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姑，我和我高中同学相上了，而且高中同学？哎，条件怎么样？一个月多少钱？哎，你别嫌我烦啊，我也是为了你好。你那个初恋，我都不想说他。姑姑，律所电话进来了，我先忙了。哦，哎，你哪天空了，带男同学回来看看，我给你姑父给你长长眼。你这自从家里搬走了之后，也没怎么回来，我们都想你了。好的，姑姑。喂，令堂，回趟律所，有个案子。美女，一个人住寂寞不寂寞？你忙完了吗？没事了。你的信息出了什么事儿？出事？也好啊，陪哥哥玩玩。啊，没事了，我报了警，那人要追个3、5天。你现在住的地址？怎么了？你忘了吗？我们领证了。还是说你想分居？没有，我地址，我现在过来。我到了。
现在敲门，别怕。好。他现在来干什么？难道还要陪我一起睡？停在南山路，走几步，吹过的风都不清不楚。东西收拾好了吗？先把重要的东西拿走，其他的晚点再拿。今天先住我那边。新婚丈夫合法合情，一起住也不是不行，是不是太快了点？那我先去收拾东西。喂，今晚有没有抓到一起醉酒闹事的？好几起呢，咋了？这种社会败类不加以管教，以后指不定犯大事。哎，你说的可太对了。哎，我跟你说啊，他们这……再查查，可能还有别的事。行。哎，不对啊，你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就为了说这事儿啊？你也不是多管闲事的人啊。等忙完了，我请你喝喜酒。啊？你有女朋友了？喂。给我吧。Who sees right through your smile, your eyes. You're sick from the miles, tires are low, but in his heart there's a place to go. He will be the light in the darkness in your highs and lows. And say, more. Still we don't know love, but I feel strong when I'm with you. 进来吧。只有我的拖鞋，你暂时穿穿，明天再去买合脚的。我有点洁癖。了解。你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买的。贷款？全款。我的工作买不起，是我爷爷送的。他说如果再不结婚，就收回去。还好，还以为大家都是社畜，他买得起大房子，而我还在租房子。那个，其实我们这婚结得有点仓促，不如我们聊一聊婚后规划。要不明天？现在也可以，但我要先洗澡，因为我的工作我有很严重的洁癖。那你快去吧，我等你。我们把各自需求说出来，如果有争议的地方，我们就再商量，这样也算提前规避不必要的麻烦，你说是吧？首先是家务，有阿姨，你不用操心。一日三餐，我都是在单位解决。
我也是，牛马犀牛马。财务方面的话，我们建一个家庭账户，家庭开支就从里面支取。不用这么麻烦，这是我的工资卡，家庭的所有支出都从这张卡里拿。你的工资想存或者花，都随你。如果不够，我可以去接外快。法医还能接外快？死了吗？订单？一些高校讲座，还有编撰一些教材，不是也是验尸。他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的？抱歉，我对你们职业不是很了解。隔行如隔山，我对你们律师行业也不是很了解。你知道我是律师？你的文件袋，加上你习惯做记录，隐约能猜到。学霸就是学霸，观察能力真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伸头是一刀，缩头是一刀。说了，性生活一周几次？这个问题虽然有点尴尬，但其实很重要。律所每年都有很多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的案子。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配合。没有这方面需求吗？没有谈过恋爱，不太清楚。就目前而言，我对这件事情没有执念，而且工作很累。对，都市牛马的工作真的很累。到底是谁呀？晚上还那么用劲。那一刻，心都被淹没。流离在这不确定的世界，这是我相信我的瞬间。同道中人，周律师。我都自愿下垂。那今晚可能要麻烦你睡客房了。没问题，住客房，你信吗？这是我下午请阿姨买的新被子，也晒过了。下午他就想过我会住进来了吗？晚安，樱桃。晚安，宗彻。喂，是周樱桃女士吗？是我，怎么了？我们这是江中派出所的。昨天晚上骚扰你的那个人，我们查出来他还有点别的事儿，我们这边呢需要你过来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好。还有别的事？那就不是拘留3-5天这么简单了。哎，气顺了。In this darkness, search for a light, hoping someday I'll find my way back to life. Ocean sand.
这是一早醒来就能看到的吗？抱歉，忘记家里还有一个人了。如果是这副美景，完全没关系。昨晚看《醉汉赤膊》，只觉得恶心；今天看宗澈却赏心悦，还真有8块腹肌。待会我送你。啊，好，麻烦了。谢谢你送我过来。我送你进去吧。不用，我录个笔录就行。你快去上班吧。喂，爷爷。嘿，小陈啊，听老赵说你相亲相成了，你可要珍惜呀。心胸这么开朗，能接受你职业的姑娘可不多了。不是昨天相亲那位，是我高中同学。啊，高中同学？你等等，我发份照片，看看是哪个，你告诉我。分班前那张，他叫周应堂。周应堂啊，找到了，好文静的姑娘啊！哎，她不害怕你的职业吗？他还很好奇。哦，这么好的姑娘，你可不要诓我呀！等放假了，我就带他回去见你。哦，好，那我等着啊。我那时候好黑啊，你那时候可是校草，很多人喜欢。哎，你现在是不是你局的局草？穿上工作服，大家都一样。那不叫功夫，叫上班的加速。师傅，你一大早上的笑什么呢？笑了吗？你没笑？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可没见过你笑过几次。最近是不是有好事发生了？曾法医，志同道合。同道中人，周律师。就是这样流着眼泪鼓掌，确实有好事。昨天那个受害人家属是不是冰箱藏尸案的那个？我昨天听到消息的时候人都麻了。夫妻啊，结婚都好几年了，竟然把人给……律所不让说委托人八卦。这不是好奇吗？你说结婚到底算什么？是给自己找爱人呢，还是给自己找仇人？
还好我们是单身。那个，我领证了，现在已婚。你结婚了？闪婚啊？对方怎么样？知根知底的高中同学，人嘛，很善良，好人。几点下班？预估还有2个小时。律所地址给我，我来接你。喂，哪位？印堂是我，你先别挂电话，听我说，我现在已经买了房子、车子了，也准备了20万彩礼。陆放，你别再换号码给我打了，你已经构成骚扰，我完全可以告你。这是小情侣之间的争吵，法院不会受理。谁和你是情侣？我们已经分手3年了。就让血脂里生活，猜不得暖你身侧，交换皱褶。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刚。我前男友，但已经分手了，断得很干净。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好，走吧。所以不管是谈恋爱还是结婚，都得找好分手的。啊。哎，那你是好分手的吗？如果有一天你想离婚，我会答应你。不过，最好别随便提离婚。再大的浪都会像一个喷嚏不淹没谁，只是惹笑了你。时间太晚了，我在便利店买了饭团，对付一口。我在开车，省没空。那年少时爱追一阵风，去天涯海角找一个梦。后来结交偶遇一场惊鸿，于一人眼中见人间万种。跳舞时无意觉得朦胧，大雪纷飞还是情之所钟。未眠的夜，多少心情汹涌。那个米粒，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呼着煙圈，到唇邊講不出滿足。你的溫柔怎可以捕捉？越來越近，卻從不接觸。啦啦
又喝光酒片書，從來未熱戀已傷。别在我车上吃东西。师傅，我发誓，绝对不让半点碎屑掉在车里。不可以。我饿。临时出差，可能下周才能回来。相遇的瞬间，有时熟悉的感觉。乡镇法医稀缺，我们有空的时候就得去支援。擦肩而过，然后开始想念。辛苦曾同志。师傅，你又笑。快吃，吃完走了。案子结束，提前回来了。你在家吗？刚从姑姑家出来。我还有10分钟下高速。爷爷说想见你一面，让我问问你有没有空。有。哆来咪发嗦嗦嗦咪来，哆来咪发咪发咪来。你去姑姑家没事吧？法医又穷又没钱，你看看小雪，她男朋友又有钱又有体面，你赶紧离婚。还是那些话，没事儿。对了，爷爷平时喜欢什么？去见他总得买点见面礼吧。早都准备好了。他考虑的还真周全。以后我老了也住疗养院，这里依山傍水，还有医护和急救设备，比家里好。以后我们一起住养老院。他这是预设了我和他白头偕老。进去吧。爷爷，爷爷，哎，英台，你们来了，快，英台，快来，坐。哎，倒杯水去。对，喝可乐，年轻人都喜欢饮料，我那里头有可乐。爷爷，你有偷喝可乐？胡说，我给你媳妇准备的。哎，在我孙媳妇面前喝溜溜。校长，谢谢。老爷子出手也太豪了，一栋别墅，一辆保时捷。这卡里啊有500万，密码呢是你的生日。本来这些呢应该在你们结婚之前，见父母订婚的时候给你们，谁知道这小子这么着急，拉着你啊就领了结婚证。爷爷，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拿着，这钱都是我的啊，和他爸爸没关系，爷爷的就是你们的。以后我这2腿一蹬啊，什么都带不走。爷爷，您身体健朗，
肯定能瘦比南山。你收着，哪天我下去了见到你父母，对他们以后有个交代。既然爷爷想给你，你就拿着吧。就是啊。爷爷，那这个录音机是？这个是我和老伴留下的。如果哪天你们决定携手走过一生，你们可以打开来听听。令堂啊，哎，你们呐就负责恩恩爱爱、开开心心、幸福的生活就行。以后啊，再给我生个重孙子，那我就更开心了，我就长命百岁了。捧在手心的花，我轻轻放在白色石板上，阳光下这些是爷爷想留给你的，还是你拿着吧。也不是给我的，是给他孙媳妇儿的，收着吧。那就暂时替他保管着吧。好。雪艺来这里干什么？现在豪车这么多吗？今天林雪男朋友开的好像也是迈巴赫。等我一下。你怎么来疗养院了？哎，加班喽，陪老板来看他爷爷，待会儿还要飞一趟京北。辛苦啦，总裁特助。好了。走啊。我煮了银耳莲子羹，你尝尝。你不喜欢吃？我不习惯在书房吃东西。我忘了你有洁癖，我先端出去。爷爷好高调，那辆保时捷他用了一个超级大粉色盒子装着招摇过市，现在视频都火爆了，我同事还转发给我了。那车我开不了，我师傅才开奔驰，我要是开保时捷那就是倒反天罡了。要不你开？我开也高调。那就暂时放车库吧。对了，你无名指指围是多少？怎么？买对戒呀，对戒戴在手上，就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人来介绍对象了。我没买过戒指，不知道指围是多少。那我给你量一下，有了长度，店员就知道指围了。把左手伸出来。这手细长，指骨分明，还有力量感，好禁欲。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去店里挑对戒的。对啊，我们可以一起去。那
那你忙，这周末我们去买对戒。好。不是说洁癖吗？难道是银耳莲子羹太香了？You see birds in the sky, flying so high. Got everywhere to go and find faces with mine. Only the light, the sorrow. You hear girls from your friends, some from your heart. 师傅，咖啡。哎，师傅，你以前说戴配饰影响工作，所以从来不戴吗？不是配饰，是结婚对戒。师傅，你有对象了？你什么时候有的？你传授一点经验给我吧。她这样的女孩子很少见，所以我对你爱莫能助。陆放的现状，我替你打听过了。他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哇，比以前更油腻了。尤其是对比起你老公，简直惨不忍睹。那当然，宗彻还是很帅的。你俩睡了没？啊，没有。那你说个屁呀！还没到那步。再说了，你让我生扑他，那我做不到。看看你前男友的照片吧。真油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怎么让他不要继续纠缠我。肯定是周印堂让他打听我的。周印堂要是知道我现在是事业单位的小领导，肯定得生扑上来。你放心吧，像你这么优秀的人，他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哎呀，周印堂要是遇到我这样的，得祖上烧高香了。没毛病。宗主任你好，我是成友工业的陆放，我们的设备采用的都是高精尖技术。南大毕业的是。宗主任也是南大的。他就是周印堂的前男友，我妻子是。拽什么拽？不就是个摸死人的吗？哎，小声点儿。听说那个周彻厉害的很，你可别得罪了他。宗主任，我们的设备怎么不好？为什么不用？你总得给个理由吧。你们公司有你这样的垃圾，产品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人身攻击，没必要。他们干什么呀？他们落选了找自身的原因，找我们干什么？无能狂吠，走吧，快下雨了。新的花草。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are.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are. 你回来了，
我想着家里添点花草，更有生机，还种了盆新花。好看。我先去洗澡。哦，对了，班长拉了个班级群，说周末聚会，加你了吗？我也一样。如果周末都去聚会，那是以夫妻名义还是同学身份？是，正在写诉状。아무 말도 하지 않아도 돼요. 내 품에 마음을 녹여요. 비겐 뒤엔 무지개 같은데요. 조금만 기다려 볼까요? 처음이란 게 원래 그런 不好意思，我只是好奇，没有要玩你的意思。喉结，我不是没有吗？我就摸了摸。算了，晚安吧。Sunset fades away. Streetlights start to blaze. The turntable corner cafe as evening fades to gray. 早上就洗被单吗？要不要我晚点走，帮你晾好？不用，有烘干机。今天他怎么有点心虚似的？一早上都没和我对视。当年的宗彻和文艺委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是啊，一个是书生意气的天之骄子，一个是才华美貌并重的天之骄女。他们两个呀，在一块儿真是养眼又登对呀。我和他没什么。没事，谁还没个青春年少嘛。周末临时有事，就不去同学会了，抱歉。什么事儿啊？能不能推了呀？咱们都好多年没见面了。给我太太挑人体工学椅。啊，你结婚了？那文艺委员怎么办啊？
你不用解释，我没有误会。信任是你的事情，我解释是出于我的考量。你不去，那我也不去了。怎么了？感受你温柔呼吸，激动不留痕迹。人体工学黑夜它离开了，阳光再次来了，我的爱是否过度饱和？有没有？表姐，这么巧啊，在这儿遇到你们。我姑姑家的表妹，这是她男朋友张弛。你好。哎，你摸什么呀？那双手是摸死人的，你也不嫌晦气。人都会死，如果你死后能遇到我老公，也是你的福气，毕竟他业务能力很强。你，亲爱的，人间浪漫落下你朵花，想要开鲜花，总要学会。你好，我太太身高170，体重47公斤，按照身高体重选把人体工学仪。好的，这边给您太太测量一下肢体长度和腰部曲线。一把椅子而已，有必要这么大张旗鼓吗？难道这椅子坐了能成仙？给我也测一下，我在南城买了套房子，刚好需要一把椅子。林雪买房子，她哪来的钱？还是在南城寸土寸金的地方。好的，女士，等先给这位太太测完就……先给我测，我们赶时间呢，还有很多家具要看。先帮她测吧，毕竟她那么赶时间。年少时爱追一阵风，去天涯海角找一个梦，后来街角偶遇一场惊鸿。他们服务那么专业，这里的椅子是不是很贵啊？一把合适你骨骼的椅子不在于价格，而是能保护你的脊椎健康，帮你提高工作效率。这么讲，它的价格就不贵了。说的这么夸张，能有多少钱啊39800。付钱吧。我一个牛马，配不上这么高级的椅子吧？张弛，我忙着呢。刷卡，这是张弛的卡，他让我随便刷。那他对你挺好的。那当然，他可是萧氏集团的高管，年薪几百万呢。这张卡随便刷刷就行了。表姐，你不会要刷自己的卡吧？这结婚有什么用啊？花钱还是得花自己的钱。我们家印堂管钱。宗彻，我不知道会遇到林雪，对不起啊。你以前接触在他们家很难吧？你怎么知道？同学们，周运堂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车祸去世了，他一直寄宿在姑姑家。他身世可怜，情况特殊，我们大家都要多多关心他，给予他帮助。老师，上课时间到了。不说了，你们上课，我走了。我们人
真感慨，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的姿态。我爱着你盛开，就算你临走来。你那个表妹自会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什么？她男朋友不像个高层，看起来像个杀猪盘。你也看出来了？也。林雪说她男朋友是萧氏集团的高层，和我好朋友许毅是一个单位的，可许毅查了整个单位，根本没有这个人。我是不是很坏啊？我在他家住了这么多年，可却没有告诉林雪我的猜测。毕竟姑姑对我挺好的。你父母车祸身亡，有赔偿金吧？有，30万。说是肇事者很穷，拿不出更多了。赔偿金呢？我那时候还很小，钱都在姑姑那里。这么多年我吃喝都用她的，应该也不剩什么了。所以你不用抱歉，你一味对别人好，别人不领情，这算什么？算什么？算你傻。 아무 말도 하지 않아도 돼요 내 품에喂，姑姑。应堂啊，姑姑有点事情想麻烦你。您和我还说什么麻不麻烦？是有什么事儿吗？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啊？不多，50万就行。哎呦，这可怎么办呀？这……姑姑，到底怎么了？您先别哭。是你姑父，他得了肺癌，这个靶向药特别贵，要不然姑姑也不会为你开口了。我这里只有20万，存的定期，我待会儿就去银行取出来。20万？太少了，你能不能问你老公再要点，凑够50万给我？我是律师，我的代理人也会给我提供假的证据和线索，我有分辨和判断真假的能力。姑姑的目的性太明确了，她只要钱。我怀疑姑父根本就没有生病，他们想骗我钱。具体内情我已经让朋友去查了，很快会有答复。宗彻，你觉得亲人之间也会有欺骗吗？和我讨论亲情和信任，我恐怕给不了你有效的建议。不必内耗，问心无愧就行。不管怎么样，总要吃饭。看什么？吃饭。宗彻，我觉得你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息。能让人安静下来的气息。吃饭吧。印堂，怎么了？林雪的事儿，
我朋友也回复了。你说，她男朋友张弛是肖氏集团的司机，前几天被她老板发现，他开的那辆迈巴赫里有女人的物品，老板查证后就将他开除了。司机？许毅来这里干什么？现在豪车这么多吗？今天林雪男朋友开的好像也是迈巴赫。看来我没看错，那辆车是许毅老板的车，张弛是许毅老板的司机。他告诉林雪投资失利，把开的迈巴赫卖了拿去抵债，但还差200万，不想拖累林雪，要分手。他想骗林雪拿200万补窟窿。是啊，林雪还借了高利贷，你姑姑和姑父也拿了几十万，东拼西凑还差50万。所以他们全家合起伙来骗我的钱。要不要我陪你一起过去？谢谢，我可以解决。我只是渔火，你是泡沫，云河上的起落惹起了烟波，我只能漂泊，你只能破，念你手风潮也波，我才不是。叶棠啊，你姑父他不见了，他肯定是知道家里没钱，想寻短见，这可怎么办呀？那报警吧，警察会帮忙查看监控。姑父现在情绪不稳定，确实很危险。不行，不能报警。对，你姑父肯定是出去散心了，这报警就是浪费警力。我去找他，你先把钱转给我，其他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你不会已经报警了吧？周一堂，你疯了吗？才跟你说了不许报警，你就是不想借我这50万是不是？警察，你也真够倒霉的，先前被邻居骚扰，现在家里又被骗了。两位女士，经过周英堂女士的描述，我们也核查了几封信息，你们说的那个张弛是骗子。不可能，你不要听周印堂在那胡说。周印堂，你就是个白眼狼，是我们家白养你了。我是律师，这位是警官，我们说的你都不信，唯独信骗子的话。我说了，他不是骗子，你就是羡慕我交了个有钱的男朋友。李女士，这个呢是张弛的个人信息，你看一下。司机，他不是肖氏的高管吗？怎么会是个司机啊？不可能，不可能！180万，我借了他180万，你把房子卖了？180万，林雪哪来的这么多钱？我借了高利贷。你怎么能把房子卖了还借高利贷呢？这下我们家一无所有了。周林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故意想看我笑话是不是？现在你满意了是吧？你早就知道了。周应堂，我真是白养你了，你个白眼狼！我们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你竟然这么对我吗？啊！良心给我
都说爱情是问题，交给命运还是自己？不在意，假装脱离，言不由衷是一种坏默契。有人早早离去，有人曾经定义，在寻觅，不过是唯一。等待让人耗尽力气，却又看到你，从未想过放弃。我想我愿意把我交给你，曾经孤单旅行，有了你才有意义。我想我愿意为你而呼吸，最后终于相信，勇敢才是爱的路径。滴答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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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嘟。滴答嘟哒哒滴。It's a long,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down the road. I spent long, long nights to find what is really appears inside. 该回家了。 There are seasons. 看你睡着了，没有叫醒你，所以我不好意思。你还好吗？没事了。那回家。好。아무 말도 하지 않아도 돼요. 내 품에 마음을 녹여요. 비겐 뒤 他抱着你，这么好的氛围，你不应该亲一个？哎呀，显得我多饥渴。你没想法，宗车也没想法。他是不是身体有病啊？胡说！
喂，我刚忙完，你今天没有加班啊？报告明天自己来中心取。哎呦，我明天真没空，我这正准备要出去抓人呢。哎，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哥们儿最近啊，大概率是要脱单了。谁？我跟你说，我这2次出勤遇到的都是同一个报恩人，你说这是不是缘分？2次？对啊，哎呀，她完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漂亮、温柔，性格又好。哎，等我把她骗得姑姑的骗子抓到，她一定把我当成英雄。被邻居骚扰的那个？对啊，上次你还让我多查查那个醉汉来着。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次一定有把握。你死心吧。哎，我们是朋友。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加油啊？你说你是不是嫉妒我了？下次见到他，记得喊嫂子。嫂子啊？宗彻，你要娶的是周应堂啊？那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吧，当我什么也没说。太他妈尴尬了。没事儿。我太太很有魅力，你会被吸引，不奇怪。你妈不说我爸。Loving you is like taking a crazy ride。我睡不着，起来煮了点饺子，你要不要来一点？I've got a crush on my mind. Loving you is like taking a crazy ride. 爱恋是场激励冒险，你是迷眼却残忍的语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就算发生天塌下来的事，也得吃饱了才能战斗啊。有道理。我从很小就知道，别对别人太有期望，因为期望越大，失望越多。在想什么？在想林雪哪来那么多钱，她的房子哪儿来的？姑姑和姑父应该没有钱给她买房子，张弛就更不可能了。你怀疑你父母当年的赔偿款不止30万？要不要我让朋友帮你查一查？虽然这起交通肇事案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如果要查的话，也不难。谢谢。我们是夫妻。你的出现，有你多一点，还深一点，回程识别，吻过漫长岁月。快吃吧，吃完早点休息，明天都会好起来的。给你我的情这一切，感谢你在身边。喂，喂，
你让我查的10几年前那起交通肇事的案子，我查到了，明天就会有结果。到时我发你消息。对了，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顿饭了？行，改天请你吃饭。什么改天啊？我今天就要吃。哎，咱俩还是不是哥们儿了？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不请我吃顿饭，你也太过分了吧！晚上有没有空？彭家说一起吃饭。有。行，那晚上见，你挑地方。这才像话吗？那晚上见。走吧。应该快到了。宗彻，怎么样？这地儿不错吧？我跟你说啊，我今天一定坑就大了。随你。哦，嫂子好。你好。你看看想吃什么，随便夹。嫂子，我叫彭家，今后啊，咱们就是自己家人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宗彻客气的。毕竟啊，我跟宗彻可是在一个被窝里睡过4年的人。一个寝室。可宗彻是学法医的，你怎么？哎，这就说来话长了。老大，我就以水代酒，敬你们2位新人喜结连理，早生贵子。嫂子，我跟你说，宗彻这个人啊，真的特别靠谱。我跟你说，他大学的时候，这个人啊，一入学就只读圣贤书，他的综合成绩到现在都是法医学最高的。工作之后呢，就一心想着工作了。他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特别专注学习，一直都是年级第一。哎，那他高中的时候就没有给你补过习？你俩那个时候就没有？胡说八道！他高中的时候是学神，是我这种小透明、可望不可及的存在。哎，可惜喽，嫂子这么漂亮。来，再次祝你们2位新婚快乐。剧组外电影这么凝，而篱下门外呀么地，买年考苦足够年节，为啥曾无节愉快聚？来，红姐。你酒精过敏啊？没有过敏，就是容易上脸。你这就是酒精过敏。走，我带你去医院。对，赶紧去医院，这个过敏严重，真的会出人命的。宗彻，我好像没事了，酒精过去了。我虽是法医，也算半个医生，过敏可轻可重，不可马虎。多久却都没说出我吓到你了？不是，我只是想到小时候我乳糖不耐受，
每次喝牛奶都会拉肚子，但喝着喝着就难受了。宗澈，你人真好。不需要理由。所以，就算你刚才夸我也没有用，检查依然得做。就抽个血检查一下，你是晕针还是晕血？晕医院。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就突然被老师和警察带来了医院。他们说爸妈出事了，可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却没见到他们。最后的最后，只有2个骨灰盒。从那时候起，我就害怕医院。就算我放弃了世界，请你别放弃我。早知道要来抽血，今晚打死我都不喝酒。我想爱你，圈圈不停息。繁星在春天里投影，是你的眼睛。我想爱你，绵绵无限期。刻在生命里的印记，是与你真棒相遇。怎么样？确实是酒精过敏，以后不可以再饮酒了。哦，知道了。回家。老公，你别吓我了吧？你捡屎抓吧！家属在外面等。哎妈，你说你跟你爸吵什么啊？你不知道他高血压呀？他昨天晚上骂了我一晚上，我实在没忍住顶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他会这样啊。哎呀，怎么样了？给患者做了检查，初步怀疑是肺癌，但具体的要等天亮再做更详细的检查。肺癌？
宗澈，今天的事谢谢你，吃饭也好，在医院也好，谢谢你。夫妻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帮扶。确实。既然如此，那我们的关系应该更进一步了，对吧？总在孤的时候眺望夜空。是啊，我现在知道了女英珍。我也知道了，你现在巴不得马上去洗澡。喂，嫂子没事吧？没事了，以后敬酒就行。那就好。哎呀，虽然说你抢走了我未来的女朋友，但是哥们儿我大气，看见你幸福我就开心了。早点休息吧。啊，看见你为嫂子酒精过敏担惊受怕的样子，简直是心急如焚。我真后悔没有拿手机给你拍下来。心急如焚。对啊，你可别否认，你就是狠狠的动心了。我动心了吗？捧在手心的花，我轻轻放在白色石板上，阳光下微笑的你看远方，照片上定格了时光。在遥远的远方，我在那个地方叫做天堂，而你牵着我蹒跚，还记得你掌心的暖。穿过了胡同石板道，走过那座桥，彭家查到当年车祸案的详细信息，发给你。替我谢谢他。查到当年你父母交通事故案的始末了，怎么说？当年的肇事者一开始确实赔了30万，但后来保险公司也赔了。多少？一共200万。200万？太过分了吧！他们拿了200万的赔偿金，还想骗你20万的存款。我知道了，林雪当年那套房子肯定就是拿你父母的赔偿金买的，不然南城的房价他们怎么买得起啊？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听林雪骂了那么久的白眼了。姑父说，因为家里多张嘴，所以存不了钱。姑姑说，养我花了这么多钱，让我1个月给他2000生活费。一转眼，那些我所认为的亏欠和感激，都变成了独角戏，我的笑话。他们才是白眼狼，你起诉他们。起诉？我同意，
我觉得你的动作得快，趁着他们被骗的这笔钱还在被扣押着，你走程序的话，官司赢了，你这笔钱还能回到你自己的账户里面，你就不用跟他们扯皮了呀。就冲之前在他们家，他们那么对你说话，我就觉着他们没有真心想收留你，就是冲着钱去的。喂，好，我马上过来。嫂子，我还有任务要出，你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啊。好，我再考虑考虑。先走了。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咖啡红光线太胡闹，你干嘛趴在桌上，又在笑，流成色丝间的我的心跳。铜绿的人群在生锈，我竟也变成恋家的人了。我回来看你睡着了，就想给你盖个大衣。至于手套，我还没来得及洗澡，于是就戴了个手套，和你想的凶杀案没有关系。我知道，我怎么会那么想呢？我没事，你洗澡去吧。好。Can you see my heart? Can you read my mind? 住进我的眼睛里，把情话温柔地说，想你在我左右，一直为我守候我的心。抱歉，我刚没站稳。你走错了房间了，你应该回房间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洗掉你一身病菌细菌。刚才抱歉。为你撤回的吻道歉吗？蓝色的汗水挂在左，我不该那么唐突的。没关系，我理解。接吻本质上是口水的交流，你有洁癖无法接受，我理解。你干嘛趴在桌上，又在笑，流成色丝间的我的
心跳。徐医生，你哪天有空？我约心理面诊。明天有空。您这次主要是想咨询什么？关于洁癖心理障碍，开点药。这顺其自然就好，不需要开药。需要。你说他撤回了一个吻啊？他的洁癖比我想的更严重。这怎么办呢？要不就强行扑上去，强扭这个瓜。人家是心理疾病，我要扑他，就也有病了。哎呀，放着这么帅的老公吃不着，暴殄天物啊！年少时爱追一阵风，是不是去天涯海角找一个梦？后来街角偶遇一场惊鸿，于一人眼中。这样突然的接触，人间万种，他还好吗？无时无夜街灯朦胧，大雪纷飞还是情之所钟。未眠的夜，多少心情汹涌，他送了一场风梦。宗彻，什么？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别等我吃饭了。什么事儿？我送你。不用了，我打车去就行。是律所的事还是家里的事？他不告诉我，是因为昨晚的事在生气。哎呦，我今天喊你回来，是因为你姑父得了肺癌，我这手头没钱，哎呀，所以才请大家来帮忙。难怪村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给爸妈迁坟，原来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同样的借口，你就不怕谎言成真吗？治病，你没有钱可以卖房子，房子不能卖。印堂，你可以问你老公要点，不多，就50万。50万？哎呀，你不是有老公吗？你问他要点儿。你家的事，连我老公都算计上，那就别治了。周印堂，他可是你姑父，是我们把你养大的。那200万的赔偿金呢？你就不需要和我解释吗？什么200万就赔偿金？周印堂，你说什么呢？是我爸把你养大成人的，现在我爸生病了，我们又没钱，这钱就该你拿出来给我爸治病。我本来还想考虑一下，想着毕竟是一家人，可现在我不用犹豫了。考虑什么？关于你们私吞我爸妈赔偿金的事，我要起诉你。起诉我们？周印堂，你要不要脸啊？拿什么起诉我们？白眼狼！叔父，你看看这臭丫头，您是周家德高望重的长辈，那又是村长，你得为我们做主啊！他姑父治病的钱就该他出。
周英堂，一家人，你居然起诉你的亲姑姑，你的眼里还有没有周忠？还有没有亲情？他不忍，我不义。他姑姑当年带他那么辛苦，现在因为一点赔偿金还要告他姑姑，真是个白眼狼。当年就不应该收留他，应该让他自生自灭。和你姑姑道歉，还有你姑父治病的钱，你也有出。他们一家现在困难，一家人就可以互相帮扶。这么有人情的，这么讲公道是吗？他们私吞我父母赔偿金，还想骗我钱的时候，你们在哪里？胡闹！生人不如养人大。今天这笔钱，你要是不出，就别想离开这个村儿。你们这是抢劫！什么抢劫啊？周英堂，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你当了律师就在那胡说八道来骗我们了。这个丫头，官司当去，让她好好的反省反省。现在这是法治社会，你们这是非法拘禁。上啊！速来。嫂子呢？你找他什么事儿？他给我发了定位，还让我过去。地址在哪里？发给我。周家村，我正联系那边的派出所，让他们带人过去。要快！周英堂，今天有家里的长辈在这儿，今天这个钱你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你被骗了钱，就想让我不哭了，还搬出族中长辈，让我出钱，不可能。从小你就吃我家的，用我家的，我就不懂了，你拽什么啊你啊！林雪，我警告你，你别欺人太甚！住手！年少时爱追一阵风，去天涯海角找一个梦。后来结交偶遇一场惊鸿，于一人眼中。没事吧？非法集会聚众闹事儿，还有寻衅滋事，好好查一下。都给我带回去，好好问一下情况。是。你怎么来了？彭家告诉我的。他们打电话喊我回来，说是父母的坟要动迁，我没想到是姑姑和林雪从中作梗。抱歉啊，给你们添麻烦了。你觉得是在给我添麻烦？周云堂，你是整个时期的风纷飞，在袖后抖落成不断重逢的路灯，脸孔的沉默在一些感慨装进口袋，应该还有些期待拆开。对啊，这算什么麻烦呀？你今天应对的非常服，当时觉得不对就立马给我发消息，以后你遇到危险也得这样，赶紧给我发消息。行，你们聊着，我坐董事车回去了。为什么发消息给彭家，而不是我？我当时给他发消息，是因为想到他是警察。所以呢？大概就因为他是警察，我有安全感。
把手机给我。捧在手心的花，我轻轻放在白色石板上。记住，阳光下微我也可以笑的你保护你。看远方，照片上定格了时光。赶紧扑倒你老公，男人啊，太香了，尤其是床上卖力的男人。救命啊！我有一点死了。要怎么说出口再见？当时间不停向前，那些炙热的瞬间，只有风知道，只有我知道。彭家说，周家村的人都进行例行教育过了，林雪和你姑姑因为袭警，要拘留几日。好，那我先上去了。想不想看电影？啊？也行。可以看恐怖电影，你害怕吗？从来不怕。专家说，害怕也是一种情绪宣泄，适当的话，对身体有益。行啊。你要不要换衣服？不用。轿子里面有什么？那段过去了。还没结束。好。我轻轻放在白色石板上，阳光下微笑的你看远方，这样的距离定格的时光，在遥远的远方，我在那个地方叫做天堂。看来还是不行，那就以后再说吧。还记得你掌心的暖，穿过了胡同石板道，走过那座桥，可以接受。当你去到了远方，化作风吹红我眼眶，做一个儿时的梦，在你的怀中。当你不在我身旁，在长眠的记忆。叮咚，每日一问，宗法一拿下否？大黄丫头，没有。他不主动，你主动啊！看得着吃不着，多急人啊！我已经主动过了，总不能让我一直主动，待会儿人家以为我多饥渴似的。就这样挺好的，除了这件事，其他都很契合。柏拉图啊，只能这样啦。印堂，来了，师傅。
前面这个网络舆论的案子处理的还不错，进步特别大，所以呢，接下来你可以单独处理案子了。晚一点我把资料拿给你，回去好好看一看，明天来找我啊。师傅放心，我一定认真努力，不让您失望。好，樱桃，好好工作，师傅看好你。宋法医，这是你要的药，不过这种事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我们不建议吃药。我在克服了，并且有进展，但太慢了。怎么？你比以前来时开朗了很多，话也多了很多，因为你妻子。所以因为洁癖无法克制心理障碍，和他亲近，这让你焦虑，害怕伤害他。他很好。其实你完全可以和他解释，又或许他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在意，他或许还没有喜欢你。不喜欢吗？如果没有喜欢，也就不存在伤害。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顺其自然去做你想做的事，他的那部分他自己会去完成。不喜欢吗？该怎么形容你的脸？可爱带一丝羞怯，好想和你深情一点暧昧。嘿，我可以这样喊你吗？傻站在你家今天去开会，有着装要求，结束后没回中心，就只能这么穿着了。第一次看你穿这么板直的衣服，有种不太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发消息给彭家，而不是我？我当时给他发消息，是因为想到他是警察。所以呢？大概就因为他是警察，我有安全感。难道他是特意传给我看的？是对之前拒绝我亲近的补偿？不错不错，这个补偿我喜欢。哪里不一样？就是安全感十足的，想叫叔叔。我和你同岁，那就哥哥。上车吧。谢谢哥哥。Loving you is like taking a crazy ride， 试探着。宽肩窄腰，不能想，不能想，再想就要犯法。工作让人冷静，工作压下邪念。
哒哒哒哒嘟滴哒嘟哒哒滴哒嘟哒哒哒哒嘟。叶囊，它曾是荒芜雪地上的一棵树，的一场跋涉半个世纪的归途。远方而来的爱人啊，带着他找到回家的路。它曾是荒芜雪。你昨晚你在书房睡着了，我想叫醒你，但没叫醒，所以就抱着你回来睡了。但是你抓着我的衣角不松手，我走不掉。城市吹来的风，是谁的梦？本来想等你松手时，没想到自己不小心睡着了。你应该把我叫醒。叫醒你了，你睡不着怎么办？我睡得着，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直接叫醒我就行。你昨晚没有睡好吧？他睡眠本来就不好，估计一夜都没睡。睡得很好。你不必安慰我，你平常一个人睡习惯了，有人在身边肯定睡不好。那今天我来做早餐。从未有过的，睡得好。师傅，咖啡。我昨天一宿都没睡好，整个屋子里尸臭围着我转。今天不需要咖啡，我睡得挺好。最近不失眠了吗？不知道，但昨天没有失眠。师傅，你是不是找到什么新的方法了？告诉我，我最近又困又累的。我的方法你用不了，不适合我。什么方法这么冷啊？咖啡拿走。啊，不喝我喝。可以吃饭了。好香啊！难道要问他能不能一起睡？这样太冒昧了。怎么了？我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我也有事要告诉你。那你先说。我可能要出差，有个法律援助的案子，师傅这次单独交给我去办。要去几天？一个人还是和同事？机票酒店订好了吗？和同事，所里的一个实习生。
男的。因为这次去的镇子比较偏僻，师傅担心我们2个女生去的话安全没有保障，所以就安排了个男同事，顺利的话3、4天就能回来。你师傅考虑得很周到。我的事说完了，你呢？没什么，我只是想问你一下，你明天想吃什么？但你要出差，只能等你回来再说了。好。哦，对了，带着这个防身。你的眼睛像黑夜里的流星。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如果顺利，一切都好；如果不顺利，以自身安全为重。我知道了，我会保护好自己。要是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怎么给辩护人辩送呢？遇到危险，第一个联系你。联系彭家也行。李明旭，这边。印堂姐，这是姐夫。姐夫，姐夫好。你好，姐夫，我是律所的实习生，叫李明旭，久仰宗法一大名。姐夫，你放心，这次出差我一定会保护好印堂姐，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我可是跆拳道黑带。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怎么感觉他们像完成了某种交接仪式？还有这个人，为什么心情突然又好了一点的感觉？奇奇怪怪的。我先走了。姐夫也太有气场了，就那种睥睨一切的感觉，这也太酷了，和他职业一样酷。你喜欢啊？现在改行也来得及。算了算了，你知道我怕鬼。律所的人说，姐夫开了一个破大众，肯定是个穷鬼。可是我听说，你们住南城最贵的小区，这哪门子的穷啊？林堂姐，你快告诉我，姐夫是不是个富二代？富二代，他妈妈好像挺有钱，他爸和他后妈好像也有钱，他爷爷好像也很有钱。这么看，他还真是富二代。哎呀，打听这么多干什么？车快来了，走走走。哦，哎，我来。咖啡，帮我冲一杯。哎，昨天不是不要的吗？今天怎么又要了？昨晚继续失眠了？好的，师傅，心甘情愿为师傅鞍前马后。难道是治疗失眠的方法失效了？
又听见再见的那天，故意唱我重复了几遍，躲着过去的人要道别，下一段再好一点。时间的大圈加完些，终点继续蜿蜒。今天顺利吗？面来喽！老板，我听说你们这边出了一桩杀夫案。啊，你别听说了。哎呦，要我说呀，那男的就活该，天天打老婆小孩，还扬言说他老婆要是敢逃去了，杀了他全家。我要是他老婆，我也杀，谁能被打一辈子啊？你的可怜呢，不该被抓，应该被奉为时代的楷模，女性的标杆。是啊，确实不容易。你们吃，我去招呼下客人。还算顺利，现在在吃饭，待会儿去酒店休息，明天一早去女方娘家走访。项目。宗彻，我和你说，我现在近朱者赤，一进门我就检查卫生，还在想如果有消毒湿巾就好了。现在我跟你一样有洁，爱干净了。怎么住的环境这么差？你们出差没有补贴吗？法律援助的案子哪有钱呀？差旅费还是师傅私人补贴给我的。我在你包里放了消毒湿巾。真的吗？我找找，找到了。今天忙吗？还行，但你看着挺累的。办公室有个同事，闹腾，话匣子一样。我也话多，你是不是觉得我也很吵呀？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没事儿？笑起来这么好看的吗？美颜暴击。那个，你吃饭了没有？我晚上吃了一大碗面。那我就先去洗澡了，待会儿还要看文件。啊，好。
睡了吗？我们能不能连麦？这里的床对着一面镜子，我准备睡觉的时候，给我吓一跳。好。我刚用浴巾把镜子遮住了，但还有点害怕。那就不挂电话，我一直都在。会不会影响你睡觉？不会。那好，我睡了。樱桃，思念是一种睡着了。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昨晚睡得很好，谢谢。早安。我也是。奶奶，您别哭，我们过来就是帮助你们的。本来我闺女都带着明明逃回来了呀，但是我家女婿拿着刀过来，他威胁她说，他要是不跟他回去，他就把我们家家给砍了。我可怜的闺女啊，她没有办法才回去的。朱律师，我闺女会被判死刑，她要是死了的话，那明明怎么办呀？鉴于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应该不会判死刑，而且我们也会努力往无罪的方向去辩护。真的吗？是的。我想见一下明明，案发那天她也在现场。但是明明那天她回来之后，她就很害怕见人。是我杀的。是我杀的，我妈为了保护我才承认是她杀的爸爸。今天的事头都快炸了，没想到里边还有这样子的事儿。明明他按流程走吧，我回去以后立刻申请2次尸检，说句不会说谎。好。晚点我们把手头有的线索再梳理一遍。还有，明天要见被害人家属。今天有了明明这个意外，咱们去了可能会有危险。你和这里的派出所联系一下，如果人手足够，派几个人保护我们。好。那我们回去吧。今天还住那个酒店吗？不，换了一家。希望今天你的房间里没有镜子。你猜的没错，今天的房间对面不是镜子。哎呀，奇了怪了，这里的酒店房间为什么床都对着镜子呢？那继续连麦。好，等我一下，我先去洗漱。我跟你说，我最近真的快要累死了。哎呀，我什么时候能调回市里呀？没有正事啊。我跟你打电话不是正事啊。
喂喂，你不会还在等应城电话吧？宗彻，你真是有了嫂子忘了兄弟我呀！我告诉你，我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睡了吗？没在忙吧？没有，不忙。今天还好吗？还算顺利。你呢？啊，我也挺好的。今天局里的事情一切都顺利。师傅，你这2天看起来气色越来越好了，难不成是婚姻的滋润？话真多。师傅，师娘是什么人啊？我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能够把师傅这座大冰山给迷得神魂颠倒？行，知道了。准备准备啊，出差。哪儿来的订单啊？昨天敏敏说，她和她妈妈被打，这老两口和稀泥，装作看不见，我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2个就是无良律师，教唆孩子反共，当心出门就被车撞死！呸！你把你的肌肉露出来。出差中。去哪儿出差啊？不方便透露。你住的是哪个酒店？ OK， 明白。我住在春光大酒店。知道了。那我去洗漱了。去吧。是李明旭吗？ I just wanna see old people everywhere. 宗彻，啊，你不是说你要出差，也在这里出差？对，很巧，我也到这个县出差，订的也是这个酒店。怎么办？他住这个酒店，岂不是知道酒店的镜子没有对着床？大型社死现场。这是我们单位的月饼，你上次不是说很好吃吗？谢谢。要不进来坐坐？千万不要答应，我想活着，求你，宗彻。不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好，那你回去吧。那个，你住的还习惯吗？挺好的，我住在酒店走廊最里面一间。那你要是害怕，就给我打电话。我们不是本来就要连麦睡觉吗？早点休息啊。你也是。待会电话。等等，宗彻刚才是不是在撩我？
什么？哎，这么好的机会，你居然吃什么捞狮子月饼？你就应该直接扑上去，花前月下，共度良宵啊！他们是来办事的，哪有心情想别的？哎呦，他就这么刚好到你出差的地方办事啊？我看他就是冲你来的。 처음이란 게 원래 그런가 봐요. 당신의 잘못이 아니에요. 눈물에 불려든 이야기. 师傅，咱什么时候走？宗彻，你怎么在这里？师傅，这位就是师娘。所以昨天你非要开50公里，就是为了见师娘。所以宗彻他真的是为了见我一面才来的这里。这是我同事陈毅。师娘好，我是徒弟，死皮赖脸认的。幸亏师傅没煮我出师门。这有早餐，你路上带着吃吧。谢谢你的早餐。我先去工作了。哦，注意安全。我们跟那边已经联系好，我们过去大概1个半小时。好，等等，我打个报警电话。报警？谢谢奶奶。走吧。就是他们，给我扔！嘿，你说我们村子，我们不欢迎你，我就不欢迎你。你们大家伙都看看呀，就是这2个黑心干的律师啊，还教唆我那乖孙女承认杀了自己的亲爹呀！这2个烂心烂肺的玩意儿真是坏透了，为了那个杀千刀的女人，还把我孙女都搭进去了。哎呦，我可怜的孙女啊！我可怜的儿子！喂，警察，李家村有人闹事儿，我要曝光他们，让全国人民都看看这2个黑心肠的东西。住手！你们这是聚众闹事，知道吗？没关系，有误会，都是。这么快，这么快，1分钟，1分钟。报告，任务已完成，你老婆已安全，请封我为爱的守护神。谢了，走吧。你怎么这么多脑残啊？什么为了钱？这是法律援助的案子好吗？挣什么钱？贴钱都不够贴。我目前就得到了2000块，还是师傅私人给我的慰问金。啊，委屈，但不能哭。李明旭，咱们一起喷死他们！我已经开始喷了，一人杀8000。你喷不过，谁也得急。喂，周律师，前台有你的外卖，过来签收一下。好，我马上过来。白菊，我的，和我没关系，我送外卖呢。
我也是出息了，被人恨到送白菊。师傅，你快看，这些人拍的师娘的视频。锁住我们的村子，滚！我已经和这些人对战300个回合，但势单力薄。师傅，你也赶紧注册个账号，为师娘说话。2个人去对线。是啊，2个人也是人，总比1个人好吧？总不能让师娘深陷舆论之中，视而不见吧？把视频发给我。啊，好。师傅，发过去了。高火，啥？这件案子牵扯到未成年，会有部门处理了。师傅，你不着急吗？着急会显得你这个人在乎他，你这样好像不太在乎。那也只是显得，所以你单身是有原因的。师傅，你也才脱单没几个月吧？前几个月你还不如我。我今天做了好多事，我可真是个大能耐。你本身就很厉害。那当然，我收到白菊都能心平气和。有点负能量，还是不要传播负能量的好。我可能要迟到10分钟，稍等。不着急。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大红喜字铺开一幕田野，这个店让我们花店都关门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就只有粉色玫瑰。你喜欢粉色玫瑰吗？喜欢，很喜欢。但是，你看到我撤回的消息了？你也……前2年，我参与了一起案件，家属不认可我的鉴定报告，他们到了中心，堵到了我的车。我当时以为撞到了人，就下车查看，那家属拿白纸砸了我一脸。这也太过分了。所以，我懂你的感受。我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你成为一名大律师。你知道的，在到达顶峰之前，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记住了，曾老师。你现在特别像一位解惑的心灵老师。曾老师，你可太厉害了。走吧。牵你的手啊，在岁月种下鲜花，在寻常烟火人家借花献佛，安慰一下前2年办案过程中被花砸一脸的宗法医。雨会升起，雨会落下，不用催促啊，耐心的人啊，才可以看见童话。
年少时爱追一阵风，去天涯海角找一个梦。后来结交偶遇一场惊鸿，于一人眼中见人间万种。跳舞时午夜觉得朦胧，大雪纷飞爱是情之所钟。未眠的夜，多少心情汹涌，他送来一场好梦。他曾是荒芜雪地上的一棵树，等一场跋涉半个世纪的归途。远方而来的爱人啊，带着他找到回家的路。他曾是荒芜雪地上的一棵树，倾起了所有的爱、思念和无助。但那美丽的鸢尾花，带来无尽的温柔，消解孤独。在家里要求连麦是不是有点奇怪？宗彻，昨晚睡得好吗？不好。失眠是个大问题，要不周末我们去多买点绿植放家里，有许多植物可以助眠。助眠？能助眠的是你。樱桃，今晚能不能什么？能不能我做饭？啊？那辛苦你了。怎么觉得他又说的不是这句？爷爷，哎，你们怎么来了？最近忙不忙啊？不忙，所以来看你啊。你最近好不好？好的很呐。就是太忙了，每天在打麻将啊。整个疗养院，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哎，高处不胜寒呐。唉，这是闲，爷爷。那你给我找点事做做呀，比如你们两个给我生个重孙子，让我也忙活忙活啊。那不行，我们现在年轻，要以事业为重。我就是那么一说，生孩子啊是大事，要你们自己决定。因为生孩子啊要自己带，如果你们不喜欢孩子啊，那孩子可就遭罪喽。幸好啊，中策现在有你，你看他现在开朗多了，也有人情味了。谢谢。爷爷吃啊，你吃。爷爷在这里过得好精彩，一点都不无聊。
啊。他当时因为我告爸炒饭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时间久了，他也就不愿意回去了。喂，好，我马上过去。有案子，我要出任务。你快去，我自己打车回家。你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周印堂，我家房子卖不到，是不是你搞的鬼啊？是，我申请了财产冻结，在官司结束前，你父母名下的财产都无法出售和转移。那个是我爸的救命钱，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啊？你不用道德绑架我，今天这一步是你们逼我的。才3岁，怎么能下得了手啊？他妈的还是人吗？虎毒不食子啊！他简直连畜生都不如啊！人已经扣下了，现在就等我们的报告出来了。弄死他！开始吧。师傅，我现在真的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我们不配做父母。啊，他们会被判死刑吗？不知道。山的那边，我回家了。可逾越的分界。宗车，你要是累了，就回房间睡吧。你怎么了？是因为今天的任务吗？有点累。嗓子怎么哑了？我去给你倒点水。印堂，你陪我坐一会儿。好，我不走，我陪着你。你要是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告诉我。要是你不想说的话，我们就这样静静待着。一个一个拼凑简单的词语，一秒一秒穿过混乱的世纪，给我安全的，给我安全的岛屿。一步一步在此乱世中并行，
绷紧再也不能放松的神经，给你暂时的，给你暂时的婉拒。爱一个，这一刻糟糕的我，这一刻，下一刻收获。飞满天，如风如烟，有千百遍千万遍快乐人间，陪着我爱着我，常常想起我也记得你在心里撑起好多艰难时刻，常有泪有痴有醉，这破碎的破烂的万种滋味，捡起来站起来看看我还在，有你的无常时间忽近忽远，但却不曾离开。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白云朵朵，哼着我最爱的音咒。天上白云一朵朵，都住着 angel， 为每个相信童话的孩子守候。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 angel？ 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 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 angel。每次受伤的时候，天上的 angel 会默默地为我流泪。才3岁啊，被活活打死了！哎，这亲爹和后妈真是畜生！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小孩的生母要求尸检，所以宗彻昨天临时出任务，是和这个案子有关。你昨晚出的任务，就是办的现在网上讨论度很高的那个案子。你们律所会接这个案子吗？好像是另一个律所的律师接的。这个案子要看谁是主谋，是故意还是过失，以及家属会不会出具谅解书。故意的话，量刑会重；如果是过失，就会轻一些，就看警方能从他们口中获得什么证据。坏人终将会被法律惩罚，谁也逃不了。应当。嗯，谢谢。
不要和我说谢谢，我的耳朵都要出老茧。我不是想和你说谢谢。我想说，我昨天回来之后，在沙发上那段时间，我睡得很好。你以后不会都想在沙发睡觉吧？不是沙发的原因，是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离谱，但上次意外睡在你旁边，还有出差连麦时，我都没有失眠。是的。爱恋是场起礼冒险，所以你是迷眼却残忍的语言。你很助眠。On my mind 他这是对你发出了睡觉的邀请啊！看不出来啊，你家宗法医还挺文艺，把邀睡这事儿说得这么高大上。你很助眠哦。徐小艺，你好好说话。他是真的想和你一起睡，答应了吗？真的是邀请。哎，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在白天聊这个事儿？应该在晚上聊啊，聊完直接睡。宗法医还挺绅士的，早上说是给你时间思考吧，把主动权交给你。不和你说了，我去工作了。给你买的东西收到了吗？刚刚拿到。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礼物。许艺涵的同城快递，还特神秘。徐小艺，你送的什么东西啊？想死是不是？祝福你，希望你们今晚就能用到。我睡觉去了，晚安。好，晚安。你今天能睡好吗？那怎么办？我只是觉得跟你提出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一起睡？许艺猜对了，那一起睡是不是要做？宗彻的身材确实好，但是不能想，被许艺带的，不管黑的白的都想成黄。你不是不喜欢被触碰吗？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不喜欢被你碰触，已经克服了。印堂，你可以陪我一起睡吗？我关灯了。
睡了吗？还没有。是不是我猜你睡不好？我以前没怎么和别人睡过。要聊聊天吗？聊什么？我说说我大学里有趣的事情。大三的时候，我们上解剖课，要去负一楼问大体老师，去了4个人。当时有同学为了壮胆报数，大家报到1、2、3、4之后，有个男生恶作剧，报了一声5。就这一颗心握着你心里小心的我们睡前能不能不要讲这些？没事儿，有我在，我不说了。应当。It's a long,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down the road. I spent long, long night to find. 好久不见呢，有没有想我呀？你看我高兴的都忘了，你不喜欢跟我等凡人有身体接触。那你跟嫂子不会也这样吧？嫂子能接受？没有，我就说嘛，哪有人能接受结婚后还柏拉图的？那你们怎么一开始拒绝，现在很喜欢？你呀，就是重色轻友，你的偏爱全都给了嫂子。哎，那我又算什么呀？你算个笑话。你听到空气里有二胡的声音了吗？我昨晚醒了一次，发现我的手居然在他胸口，手底下就是胸肌。怎么办？我太肤浅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的身体。你们真就盖被子纯聊天啊？2床被子。下一步就是1床被子了，再下一步就是脱衣服了。没关系，慢慢来，我知道你也在期待。我没有。诚实点。好吧，确实有那么点期待。毕竟人对从未做过的事情总是有探索欲的。No， 你只是想探索宗法医的身体，合法合情。冲！好。生理期好像不能那什么呀？
哎呀，真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徐姨待久了，就天天想那档子事。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小腹有点疼。生理期？有多疼？不用去医院的程度。你不要因为孔姨就骗我，生理期疼得很严重，会休克。真的没那么疼，就是有点隐隐作痛。我睡着了，可能就感受不到了。不如你给我找个热水袋。家里没热水袋，我现在去买。不用了，要不你的手借我用用。停留在這分秒間，遺忘實際的界限，無疑讓愛不會間推翻。錯分的手該早已放開，如今日再悔改，遺憾亦不可變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腦海，偏偏當失去，才研究不懂自愛。如應當潛入跨空間裡面，還原甜蜜視線，而隨殘破缺點。我願能以後捉緊你的手，停留在這分秒間，遺忘實際的界限，無疑讓愛不會給。好吃。你怎么什么都会做？我看网上说生理期的时候喝点红糖热饮会舒服，但其实生理期的时候呢，容易失血，导致缺铁，得多吃点肉。放心，我全部都吃完。不过家里没有红糖，你是早上去买的？谢谢。哥，爷爷晕倒了，我现在赶去疗养院。哎，哥，我已经联系了南城最好的医疗团队，就等爷爷转院过去了。现在抢救转什么院？肖世旭，你别捣乱。哥，平时都是我让着你，可现在爷爷突发疾病，疗养院的医疗水平根本比不上正规医院，只有转到医院才有一线生机。先抢救，等情况稳定了再转院。救护车已经到了，宗车，萧家才是老爷子的监护人，你不是。萧先生，宗彻和你一样，都是爷爷的直系亲属，都有权确认手术方案。宗彻也说了，先抢救，等稳定了再送医院。而且，你能保证在转院的过程中不出现任何意外？那你能保证疗养院的抢救水平比医院好？要是爷爷出什么事，是你负责还是你负责？我负责。先抢救，其他不用管。对我妻子尊重点，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和你妈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却从不强求。回忆胖胖瘦瘦，却从不忌口。他知道什么会从不够，也从不放手。
哭的笑的像个孩子似难的，道一天天真的误入豪门了？显得好的坏的拥有在。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情况暂时稳定住了，那赶紧安排转院。我看可以。我去办手续。我们回去吧。不在这里等他们的手术方案吗？好，那我们先回去吧。已经过了危险期，明天等他们不在时，我们再来。夫人让您等会儿，还有事情要向您吩咐。宗彻今天累了，需要回去休息。他有什么吩咐，回头再说。但是没有但是，我们走。抱歉啊，白天让你看到了那些。我小时候有段时间和他们住在一起，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妈妈把我接走并改了姓。我爷爷因为那件事儿吵了一架之后，搬进了疗养院。肖时旭从台阶上摔了下去，他妈妈说亲眼看到是我推的，要将我赶走，我就走了。你爸爸，肖总，他不信你。我妈夸奖我手推得好。没有人相信他，就连自己的妈妈也相信了别人的一面之词。他应该很难过吧？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律师，见得多了，比你家夸张的多了去了。Crush， 从人潮中奔向你。可以。Baby falling my heart， 瞬间热烈滚烫。渺小的背影，憧憬着远方，疼痛着，横冲直撞。Falling my heart， 如果泪满眼眶。潮湿的风停留在回忆，人海沸腾在彼此。生理期还没结束，不行。你安心工作，我来医院看完爷爷，等会儿告诉你爷爷的情况。好的。老爷子年事已高，院方给的建议是保守治疗，怕动手术身体撑不住。
别看了，越看越难过，陪我坐会儿吧。你叫周应堂是不是？钟彻的妻子。是的，肖夫人好。你是律师？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你别害怕，我没有恶意。虽然钟彻和我们不亲近，但好歹是一家人，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钟彻和你结婚，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阿姨祝福你。谢谢。这次见面有些仓促，没来得及准备见面礼，一点小心意送给你。这个镯子看着成色就知道不便宜。这个礼物太贵重，我不能收。见过爷爷，我就先回去了。倒是不贪财的，那么他和钟策的婚姻就应当更稳固。他这样的出身肯定是搬不到钟策的，是个好婚事儿。好，得空和钟策回家坐坐。妈，你的老板是肖时旭？对啊，林雪那个骗子男朋友就是他的司机。那你知道肖时旭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吗？你还关心起豪门八卦来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帮你查查。宗彻就是肖时旭同父异母的哥哥。你老公是肖董的长子啊？那你不就变成豪门大少奶奶了啊？哎，我提醒你啊，我听肖时旭提过一回，他母亲非常介意你老公的存在，他们豪门争产，你要小心点啊，别卷到他们的争斗里面去了。知道了，也别影响你的工作。万一他们把你当成宗彻，派去肖时旭身边的卧底，可不好喽。对了，你跟你的床上小伙伴怎么样了？分了。回来啦！我现在如果和他拥抱了，待会儿他会不会要求我再洗一次澡，换掉衣服？我还没洗澡，还是先去洗澡。你饿不饿？我煮了宵夜。谢谢，我先去洗澡。是今天工作太累了。今天工作不累。那是因为爷爷。城市吹来的风，是谁的梦？追逐那逆光，褪下一扇窗，人们不语不听，面条
我会留在这里，直到某个霹雳叹息。年少时爱追一阵风，去天涯海角找一个梦。不然会后憋死。来街角偶遇一场惊鸿，于一人眼中见人间万种。跳舞时午夜街灯朦胧，雨雪纷飞，爱是情之所钟。未眠的夜，多少心情汹涌，他送来一场好梦。他曾是荒芜雪地上的一棵树，等一场跋涉半个世纪的归途。远方而来的爱人啊，自己吃着他找到回家的路。他曾是荒芜雪地上的一棵树，倾起了所有的爱、思念和无助。但那美丽的原味。你猜这点面条多少钱？39。居然要58！他明明可以抢劫，你好心给了我几根面条。我不用猜也知道是师母。这么贵还吃不饱，早晚倒闭。这顿饭多少钱？369。再点2份。姐夫真好，姐夫大气。姐夫大气。哎呀，快闭嘴！他说让你们再点2份，快点。不是了，狗粮都吃饱了。我也吃撑着了。这么大方，男人啊，钱在哪里，爱在哪里？对，不给你花钱的男人，肯定不爱你。钱在哪里，爱在哪里。宗彻的工资卡好像都在我这里，所以他的爱在我这里。今天我去看爷爷了，我想休年假去陪着他。老人家住院的时候，心里最脆弱了，最需要有人陪在身边。要是知道有人在等他，他应该会好得快一些。中午转你的账你怎么没收啊？你的工资不是全上交了吗？为什么还有钱？结婚之前存的，要不要转给你？不要，你要是都给我，我倒显得像周扒皮。自己我的，这是你的，不用分那么清。因为我们是夫妻。先前我和心理医生说，我在你身边能睡好，心理医生分析说是因为你给了我安全感。
也可能是因为我喜欢你。那你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你对于我而言，和其他人不一样。和你一起吃饭很开心，和你聊天很开心，和你待在一起很开心。如果这些算喜欢的话，那么我喜欢你。年少时爱追一阵风，去天涯海角找一个梦。后来结交偶遇一场惊鸿，于一人眼中见人间万种。跳舞时午夜街灯朦胧，大雪纷飞还是情之所钟。未眠的夜，多少心情汹涌，他送来一场好梦。他曾是荒芜雪地上的一棵树，等一场跋涉半个世纪的归途。远方而来的爱人啊，带着他找到回家的路。他曾是荒芜雪地上的一棵树，倾起了所有的。怎么啦，徐小艺？今天晚上约个饭啊？年薪100万的总助，怎么有空来约我吃饭啦？我离职了。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影响你工作了吧？是肖时旭开除你了吗？跟你没有关系，我就是太累了，想趁着休息的时候把想去的地方都走一走。行，那晚上见。今晚见。轻轻地欣赏你的笑，你想去很多地方，可一个人不肯。我最好的朋友辞职了，他要去旅居，要去很久很久。一个一个实现它，难受了？我们都会老的。是啊，许艺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就像你跟彭佳一样。他还会回来的，如果你放心不下，有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他所在的城市什么的。他离职去玩，我不能离职，老公。我们都怕寂寞，公，老公，时间慢慢吞没，别怕，亲爱的，又忘了。周云堂，我爸死了，你也会不得好死哦。老公，老公，老公，师傅，师傅，师傅，叫你去拔声你也不应，你怎么脸红啊？生病了？资料都整理出来了，下午交给我。师傅，你不是说过几天再交吗？我又说错话了？
去确认过了。虽是肺癌晚期，但死于心肌梗死。那官司还打吗？下午在医院时动摇过，毕竟我在他家住了那么多年。可是，我作为一名律师，如果我都不能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和清白，又如何能捍卫他人？所以，官司会准时开庭。我的诉求很简单，让他们给我道歉。紧张吗？有点紧张。没想到打的第一个官司是自诉。别紧张，就算在法庭上出错了，也不要慌张，因为对方根本不会发现。但如果你表现出来，就会被对方抓住。好。真不要送去。你去，我会更紧张。周彦堂。哎，妈，这里是法院，到处都是监控，你这样的话对我们不利。白眼狼！林郎姐，你今天真的实力超群，证据链清晰，还能把对方律师说的我哑口无言，招架之力，真太棒了。胜利会站在正义这一边的。可惜不能录视频，要是能录下来的话，我得逐帧学习。走吧，我请你吃饭，谢谢你为我保驾护航。那我要吃最贵的，嘿嘿嘿嘿。行。不是，我真服了，我们花这么多钱请你过来打官司，结果呢？刚在法庭上你被他怼得哑口无言。你的律师证是花钱买的吗你？我问你们的事情，你们都没有跟我说实话。我一开口，对面就摆出来一道证据，我还能说什么？我去跟审判长说谎吗？你们律师不就是骗人的吗？行了，藏无能，你们还是找其他人吧，剩下的律师费我也不要了。呸！什么律师？周印堂，你最好想清楚，这一巴掌下去，你会承担什么后果？你个白眼狼！你这么对待自己的长辈是会遭报应的。该说的话我在法庭上都已经说了，你要有异议，就等结果出来再申诉。其他的，我不会再说。铃铛姐，车到了，咱走吧。周印堂，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给我记住了，我就真是死也要拉你垫背。证据很充分，应该没有问题。周律太牛了，我为周律举大旗。还早呢，不能提早开香槟，他们应该不会就此罢休。也是，林雪这个人是个法盲，还是要小心为上，得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对了，宗彻今天捧了一大束花来接我，还带我去了很漂亮的餐厅。我还以为什么？以为他要和我表白呢，结果就吃了一顿饭。哎呀，你的怨气在我这儿都听到了。你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啊。我主动表白吗？对啊，扑倒他，跟他说：“老公，我好喜欢你啊。”
喂，笑事儿，被你老公的男色迷住了？你怎么偷听我打电话？讲了什么我不可以听的吗？他要是不表白的话，你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啊。宗澈，是吗？你躲什么？没躲。宗澈，你好可爱。宗澈，我好喜欢你啊！你说什么？我说，我好喜欢你。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知己，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在抽屉里。记得那天，太阳压着平原，风慢慢吹，没有人掉眼泪，一切好美，好到我可以不用说话。要不，你以后周末搬去我那住，我还能照顾你。别，我可不想去当电灯泡呀。没有电灯泡，我和印堂都觉得和你住一起，家里会热闹很多。哎，不去不去，你们有你们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而且印堂出去工作了，我要和你四目相对，相顾无语。还是距离产生美啊！原来是嫌弃我。啊，你知道就好啊。爷，吃点葡萄。哎，好，你也吃。喂，什么喂啊？老子的电话你敢挂是吧？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按错了。按错了，我告诉你，还有半个月就要还钱了，要是还不出来，就干净了等着吧。那个，我家的房子实在卖不出去，能不能再宽限我1个月啊？关老子屁事啊！你不是说和那个什么律师打官司吗？那个律师我知道，前段时间他还叫我说那些什么未成年翻供的视频，我来一把。我告诉你，你也可以啊，跟他一样有样学样。你只要火了，还赚不到钱吗？好。妈，我有办法了，我知道怎么扳倒周印堂，而且还能还掉我的高利贷。印堂，怎么啦？又有什么惊天大八卦？和你有关，你点进去看看。我爸妈辛辛苦苦养了舅舅姨姑18年，
却被他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我爸背弃身亡，我妈每天以泪洗面，开通账号只为撑起这个家。文长姐，你点进去看，就是你表妹林雪。舅舅去世以后，我爸妈看他无父无母，实在可怜，就把他接到了我家来住。从他进我家门的那一天起，他吃的用的都比我好，甚至连我的房间都让给了他。这些年，我爸妈供他吃，供他穿，让他考上了大学，当上了律师。我爸妈没有求他回报任何东西，但是他却把我们一家人都告上了法庭。一共5条视频，装的凄凄惨惨戚戚，短短2天时间就涨了10万粉丝，简直倒反天罡啊！印堂姐，她也挺狡诈，吞并印堂姐父母赔偿金的事儿，她是一字儿不提的。看样子他们是想用博取同情的方式掀起网络舆论，给你搞心理战啊！我看评论里都在骂印堂姐，我们要不要骂回来？网友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他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直接报警就好了。宗彻，你怎么还没走？我送你。你不是要去接爷爷出院吗？肖时旭在那边，我请了假，这几天我陪你上下班。我没事，而且我也会一点拳脚，别耽误你的工作。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如果有任务，我会去的。哥，嫂子的事我看到了，要不要集团法务出手？这种事他们处理起来很在行。不用了，我已经报过警了。这几天我会陪他上下班，直到事情平息。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就告诉我，爸那边问我会替你拦着，你就照顾嫂子吧。多谢。肖时旭，他关键时候还挺好的。走吧。唉，没想到这件事的影响会这么大，咱们律所的网站都被黑了，整个律所也跟着印堂一起被骂上了热搜。这个是我也要喝的。你们注意到没有？早上来的时候，楼底下有很多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干什么。自己的家事弄得满城风雨，咱们律所的名声就是被他给带坏的。哎，你们说那几个合伙人开高层会议，会不会是想开除周印堂？不能吧？不好说，这是他的私事儿，却害得咱们律所的名誉受损，我们没责任替他承担任何后果，开除他才是最佳解决方案。叶绿，你说什么呢？叶绿，你说什么呢？不要说了，他有猜测的权利。都是一个律所，至于这样吗？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印堂，过来一下。好的，师傅。
走走走，我们也去看看。走。怎么说？师傅让我回家休息几天。这什么意思啊？能什么意思？当然是停职待处理呗。你们工作吧，我回家了。是那吗？周应堂，你个黑心律师，无良无德，不配做个律师，不配做人，去死吧你！去死吧你！去死吧！对，去死！你该死！他该死！不还这样？干嘛呀？还打电话？你打呀！是要叫人。喂，我报警。敢报警？还敢报警？我受到人身攻击。我在军都律所。你还有脸报警？你教唆未成年人犯错，打压舆论，你还逼死了自己的姑父，告自己亲姑父，没错，你还是人吗？就是，而且我们这叫替天行道。对，警察来了又怎么样？警察来了，可以站在情理这一边。不要跑我，打他，打他了！老天爷不保人，我们管。你怎么？松彻，你没事吧？没事。你们这是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什么他妈犯罪不犯罪？你别他妈在这吓唬我，还是这个危言耸听。他们能被林雪煽动挑唆，就表明他们没有分辨事情对错的能力。不要和他们争论，浪费口舌。少他妈吓唬我们！我告诉你们，就算今天我们进去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正义的使者，让他们来代替我们，惩罚你们这种违背人伦、没有道德的败类。对，就是对，别废话了，咱们去干他！对。这里全监控覆盖，你们如果不害怕的话，尽管动手吧。师傅，哎，别怕，我们都在呢。我们都在。你们几个脑子是有泡是吗？人家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林雪说周应堂欺负他们，那林雪有说周应堂为什么告他们吗？周应堂要抢人家房子，还把人爸爸给逼死了。恨死了！房子是他们家的，别人想抢走就能抢走的吗？再说了，他爸爸得的是肺癌，死因是因为心肌梗塞，跟周应堂有屁毛钱的关系？那也是因为周应堂要告他们，才气死人的。对，就是对，就是暴脾气。来，我给你们几个捋捋，他爸心梗是因为林雪被骗光了钱，他们全家欠了几百万的外债。而周应堂为什么要告他们？是因为林雪的父母侵占了周应堂父母200万的身故赔偿金。他们不但不承认，他们还在被骗得倾家荡产的时候，道德绑架周，让他拿钱替他们还债。这种人到底该不该告？真的？你编的吧？
对啊，你是编的，编的。我告诉他们是有备案的，而且一审我已经胜诉了，这样还不能说明问题。真的？几位，你们都被林雪给骗了，都被他拿枪使了，动动脑子行吗？你真被骗了！这林雪居然利用我们的同情心，他绝不能放过他！走，走回家，不能放过。松生，嫂子，寻衅滋事，侵犯他人人身安全，全都给我带走。不，我没动手，我也没动手，我没动手，没动手，我也没有，我没动手，带走，我真没。妈，你看，现在单靠这波流量，我们就已经赚了10多万了。这样下去，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把欠的钱都还了。没想到这周印堂临到最后还是有点用的，10几万，这钱太好挣了。那当然，而且啊，他现在已经名声扫地了，再也没有办法当律师了。谁啊？周印堂，你怎么来了？林雪，你散发不实言论，煽动和挑唆他人对周女士进行人身攻击，危害了周女士的人身安全，请跟我们回去一趟。人身攻击？你被打了啊？打得好啊，怎么不打死你？法盲，请吧。你凭什么抓我们？我们干了什么呀？你们就是蛇鼠一窝，都是一伙的！我要报警！要报回去慢慢报，现在跟我们回局子里。周印堂，这个杀千刀的，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是律师，一切行事依凭法律，讲究证据。也希望广大网友不要听信他人一面之词，做出有违道德和法律的事情。辛苦了，周律师，下次再见。下次见。你呀，你棒棒哒！喂，嫂子，林雪的账号被查封了，她和她母亲承认了故意发布不实言论，曝光你的工作单位跟住址，引导网友去对你进行攻击跟报复的事儿。接下来，他们估计要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了。辛苦了。不辛苦，嫂子，你先忙，等过一段时间一起吃饭。好的。舆论风向扭转了，现在大家都在骂林雪母女，解气，太解气了！哎呀，好啦，事情解决了就行了。印堂啊，你最近受委屈了，师傅之前答应你的事儿都还算，准你带薪休假1周。曹律，你不是说要停印堂姐的职啊？我什么时候说要停她职了？我是说让她好好休息休息。她最近呢，确实累坏了。吓死我！不就说咱们所不可能这么没有人性。错了，我错了。师傅，谢谢。傻孩子，你记不记得师傅曾经跟你们说过什么？内部矛盾内部解决，外部矛盾一致对外。对喽。林雪和你姑姑被抓了，大快人心啊！时间慢慢悠悠，却从不停留。
我已经在楼下了，随时下楼。好，我马上下来。会是姐夫吧？既然都休假了，就快去吧，别让人家久等了。好好休息。谢谢师姐。一点点小事甜的咸的，好的坏的拥有才记得，当然是失去才会更深刻。结婚好像也挺不错的。你也想结？如果能遇到我的宗法医，结婚也未尝不可。啊。饿吗？想吃什么？等一下，我想到一件事情，你等我一下。爷爷送的。这个是我和老伴留下的。如果哪天你们决定携手走过一生，可以打开来听听。是这样打开的吗？不对啊，怎么没声？17岁我们初见的时候，没有一见钟情，没有偷偷暗恋，自然也没有想过有这样一天，一屋二人3餐4季。宗彻，有你真好。会一直有我。下雪了。你很喜欢下雪？嗯。我还有5天年假，买了机票，咱们说走就走。你可以吗？爷爷那边……爷爷知道，而且他不想让我24小时都陪着他。你不想去？想去，就是有点突然。快到元旦了，正好在那边一起跨年。宗彻，谢谢你，谢谢遇到了你，谢谢你给我的偏爱和救赎。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让我遇到了你，谢谢你把我拉出无底深渊。
年少时爱追一阵风，董彻，去天涯海角找一个梦。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后来结交偶遇一场惊鸿，董彻，于一人眼中，你认真？见人间万种，跳舞是无意之的朦胧。大雪纷飞，爱是情之所钟。未眠的夜，多少心情汹涌。他送来一场好梦。他曾是荒芜雪地上的一棵树，等一场把守半个世纪的归途。远方而来的爱人啊，两颗心许下了无尽的守护。